还穿成修仙界里的一只大鹅，天没亮就跑去排队测灵根。结果队伍刚排到一半，就听到有人议论，不愧是大宗门，就连食材都得通过考核才能上桌。听到这话的白雪气不打一处来，竟直接走向了测灵台。白雪正准备将手放上去，脖子突然传来一阵窒息感，紧接着他就被长老抓住了命运的脖子丢到了一边。反应过来的白雪顿时气得不行，都是凭本事排到这里的，凭什么不让他测啊？哪条门规约定过大鹅不能测灵根？此时系统也出来为白雪壮胆，宿主别怕，区区金丹期修士，干他，我保你。白雪听见系统的话，顿时有了底气，直接扑棱着翅膀对着丢他的人的膝盖一啄。区区一只鹅能造成多大伤害？宋长老本来都不想搭理他的，但耐不住他啄的是膝盖，都要给宋长老把膝跳反应给啄出来了。感受着隐隐不受控制的小腿，又看了一眼愤愤不平的白雪，算了算了，跟一只鹅计较什么啊？接着他抓住白雪的脖子，给他重新拎到测灵石面前。那不是要测吗？测吧。宋长老的声音里尽显无奈，感受着脖子再次传来的窒息感。正想生气的白雪一抬头就看见了心心念念的测灵石，结果发现不够高，压根碰不着测灵石。宋长老想到这大鹅的倔脾气，要是不抱估计又接着啄他膝盖，无奈之下只好将白雪抱起来。当白雪刚靠近测灵石，检测到任务完成，获得奖励极品火灵根。话音刚落，白雪只感觉浑身一暖，丹田处似乎多了什么东西。与此同时，翅膀下面的测灵石发出耀眼的红光，看着越来越红的测灵石，宋长老整个人都呆住，一时间忘了把白雪放下来。纯度100%，极品火灵根。揉了揉眼睛确认没看错，宋长老发出了尖锐的报名声。100%纯度什么概念？要知道就连那些已经飞升成仙的大佬，最高的也只有98的纯度。他没想过真的会测出灵根，还是极品火灵根。虽然大鹅不是人也不是妖兽，但谁规定了大鹅不能修炼？宋长老越想越高兴，顺着白雪的羽毛直摸，要不是不合适，他都想对着额头亲一口了。这老头该不会是个变态吧？白雪浑身的羽毛都炸起来了，立马挣脱宋长老的手，嫌弃的看着宋长老，想着任务也完成了，也不管这老头发的什么疯，稍微抖了抖羽毛就准备离开。宋长老难得见到这么有天赋的鹅，总得送点什么留住他吧。但宋长老在储物街里找了一圈，也没找到感觉大鹅会喜欢的东西，想了想，干脆给他一笔零食得了。这大鹅一看就是机灵的，想要什么他会自己买。叮，这时系统传来新的任务提示，自己需以大鹅的身份参加入宗考试。话音刚落，白雪刚迈出去的脚又重新收了回来，还没等站稳，脖子上就多了一个沉甸甸的东西。低头一看，蓝晶晶的晶石差点没闪瞎他的眼。白雪猛地抬头看向宋长老，其实话又说回来了，这老头简直太棒了。宋长老看见白雪豆豆般大小的眼睛刷的一下就亮，就知道这礼物是送对了。其他人则是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一幕，不是，就开个玩笑而已，怎么还真成同门了？不多时，这件事情就传了出去，只不过人多嘴巴杂，越传越离谱。听说了吗？无玄宗的宋长老其实不是人，他的原型是鹅。那天来测试的鹅是他孩子。随后白雪便跟着宋长老来到了宗门第2项测试，而考核内容是问心梯，考人心魂和灵魂力的。灵魂越是强大或者道心越为纯粹，感受到的压力就越小，通过问心梯的时间也就越短。目前修仙界入门弟子的最高纪录是一位剑修，那个剑修拥有先天剑魂，道心极为纯粹，实力强横，只花了3分多钟就通过了问心梯。这个记录已经保持了300年之久了。话语间，宋长老下意识地打量着怀里的大鹅，当初那位剑修也只不过是纯度93罢了，说不定这一届还真的有机会破了这个记录。强装镇定的宋长老咳嗽了一声，1分钟后我会在上面给你们发送开始信号。说着将怀里的大鹅放到地上，一闪身便消失不见了。白雪抬头看着一眼这不到头的台阶，只感觉一阵脚软，这是鹅能爬上去的路吗？关键是这里的一个台阶的高度都比他的腿高了。问心梯之上，一群长老和各封的封主都在这里看着跃跃欲试的新弟子，其中一个长老不满地看向宋长老，不是，怎么还有一只鹅？老宋，我看你是越活越糊涂了，什么阿猫阿鹅的都往宗里带，当这里是动物园吗？早就料到这一幕的宋长老淡定的一批，纯度100%极品火灵根。果不其然，刚刚说话的长老听到这句话顿时改口，但是话又说回来，其实宗门也没那么死板，宗门就是一个包容开放的大家庭。而此时长梯之下的白雪已然获得了系统的悟性，他望着眼前的999道石梯，突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随着考试的开始，一道绚丽的凌厉烟花在天上炸开，原本还在做热身运动的众人猛地冲向石梯，白雪则是不慌不忙地活动了一下翅膀，然后后退助跑。大鹅展翅，虽然它没有大长腿，但它可以直接用翅膀做个臂飞上去。啪叽！陈长老看着下方发生的事情，一口茶没控制住喷了出来，哈哈，老宋你带来的这只鹅好有意思，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战绩就5节。丢了个大脸的白雪强装镇定地揉了揉摔痛了的鹅脸，没关系的，今天这样，那就让你们这些无知的人类见识一下猛鹅上山吧。接着白雪翅膀往台阶上一摁，身子借力腾空收好自己的鹅掌，在即将落地的时候双掌一蹬，撑杆收腿起跳。白雪这一操作给众长老整不会了，似乎透过大鹅的身影看见了一只橙黑配色的故人。刚开始还不太熟练，节奏保持的不是很好，多跳几次就熟练了，按着这个节奏完美的衔接起来。还在爬天梯的人只感觉一阵风吹来，就这样目瞪口呆的看着白色皮球一样的东西唰的一下就弹远了。还能这样？其中一名弟子揉了揉眼睛，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不是他感受不到压力的吗？还是说这才是爬这个楼梯的正确方法？吴长老若有所思的看着跳跳鹅，看来这鹅的悟性都很不错啊，光看对方登问新梯的这个速度就跟没压力一样，一蹦一跳就上来了，换其他悟性差点的都早趴下了。随着一蹦一跳，白雪终于上来了，登顶后白雪撑着往旁边走了几步，免得后面上来的一脚踩死他。此时他已经挪好位置，呈大字形摊开，胸口剧烈的起伏。999节台阶啊，你们知道这999节台阶我是怎么上来的吗？你们这些冷酷无情的人，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们的。看着大鹅生无可恋的样子，
宋长老有点心疼，这可是宝贵的苗子，可不要出什么差错了。随着宋长老手微微一抬，一道温和的灵力将白雪包裹住，顿时身上的疲惫都消失不见，同时像是触发了什么开关一样，源源不断的力量从丹田扩散开来，直至全身。随着力量的扩散，白雪的等级不断突破，一直从炼气1层突破到炼气3层才堪堪停下，这就突破了。不愧是灵根纯度100%的妖孽。是啊，要知道当初天赋最好的沈师弟都是入门半个月后才到达的炼气3层，这小娥现在甚至还没完全入门就将沈师弟的记录给破了。其他还在苦苦爬问星梯的弟子只感觉一阵凉风袭来，抬头就看见那只鹅早已登顶，并且周身有气旋包围，顿时他们只感觉一阵生无可恋，上不如老下不如小，现在甚至不如一个大鹅的日子他们受够了。此时问星梯上的长老已经无暇顾及其他弟子了，都想将大鹅收入自己门下，你们说他会选择我们哪个峰？闻言陈长老自信地开口道，我觉得他应该会来我们玉兽峰，都是灵兽，有话题还亲切。话音刚落，开口的长老嘲讽道，你那最小的灵兽都有5个大鹅那么大吧，别给我们的好苗子给踩成平面的了。宋长老捋了捋胡子，肯定的开口，这还用说吗？肯定是我们剑锋，高大威猛，攻击力强，火灵根多好的苗子啊，攻击力也强，和我们多搭配，更何况这鹅还是我带回来的，肯定和我更亲。李长老不屑地看着他，毫不留情地开口，打破他的幻想，就你们那剑锋，不是我看不起你们，那都穷成什么样子了，一颗丹药都恨不得掰成2半吃，有那资源培养他吗？别把大好的苗子耽误了，依我看还不如进我们丹锋，我们丹锋资源多，丹药都能拿着当糖豆吃，更何况这家伙还是火灵根，简直是炼丹的不二人选。他跟我亲，我知道他喜欢什么，你放屁，让你去测个灵根就跟你亲了，干脆这批弟子都给你得了。再说了，你吃了我那么多丹药，咋不说你跟我亲呢？你这臭老头子不要脸！眼看二人僵持不下，一旁的陈长老弱弱的抬手，其实我觉得我们灵世峰可以争取一下。一听这话，刚才还在争吵的2个长老异口同声，滚，去你那边当铁锅炖大鹅吗？其他峰的长老见状，默默地坐在座位上喝茶当鹌鹑。这2个峰一个都得罪不起，一个峰是战斗力担当，一个峰是财力担当。就在2人吵得面红耳赤的时候，白雪拍拍屁股从地上起来，上前把翅膀搭在2个人的手上，善解人意地看着他们。2个人正骂得痛快，被打扰了，正准备骂走赶来打扰他们的不长眼的家伙，扭头看见是白雪，顿时一个个都变成了慈眉善目的老爷爷。怎么，小家伙，你是想来选我们剑锋吗？我们剑锋有很多好吃的哦。宋长老边说边从兜里拿出顺手从灵兽峰弟子手里抢来糖果，哄骗道。白雪瞬间感觉像是遇到了忽悠小朋友的老变态，然后毫不客气地将糖果接了过来。宋长老见白雪接了糖果，顿时整张脸笑得跟菊花一样，看得旁边的李长老直呼恶心，不讲武德，不甘示弱的环视一圈，最后将旁边还在看热闹的宗主手里的一盒鲜花饼给抢了过来，转头就塞进了白雪的怀里。别理他，他这个老头小气得很，只给你1根棒棒糖，我这一盒鲜花饼都给你，来我们丹锋，保证你每天都有好吃的。白雪看着怀里的一盒鲜花饼，顿时乐了，屁颠颠的放到储物袋子里。见白雪收了鲜花饼，李长老挑衅的看了一眼宋长老，宋长老不服气的瞪了回去，2人同时眼巴巴的看着白雪，等待着他的选择。小家伙，你跟着我，我每天给你买吃的，别听那老家伙胡说，他没钱，跟着他3天饿9顿，跟着我，我有钱可以给你买很多好吃的。小孩子才做选择，我2个都要。白雪抓住2个人的手，的叫了几声，拽着2个人的手搭在了一起。宋长老和李长老2个人都没有理解白雪的意思，互相看着对方的手都格外嫌弃，恨不得立马甩开。反倒是一直在旁边看戏的宗主看出来白雪的意思了，果然只有专业的吃瓜人才能更好的知道对方想表达的是什么。你这是想2个门派都加入？这倒也不是不行，往年也有优秀弟子选择2个峰的。宋长老、李长老，你们意下如何呢？没错没错，还是你懂事，简直是朕的皇家翻译家。看着不断点头的白雪，宋长老和李长老同时沉默了。要和这老不死的穷鬼一起教一个徒弟，要和这暴发户一样的嘚瑟鬼一起教一个徒弟。2个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见了满满的嫌弃，但又扭头看了看白雪，这么好的苗子，别说千年难得一遇了，就是万年也不一定有一个，谁也不想让出去。无奈2人只能点头应下，各自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比这穷鬼教得更出色，我一定要比这个嘚瑟狂教得更出色，免得2个人又争抢起来。宗主干脆直接拍板决定，行，那就这么定下了，每人教1天，每天轮着来，今天先休息1天，明天老宋开始教。宋长老见状，挑眉嘚瑟的看着李长老，2根长长的眉须一蹦一蹦的，气得李长老牙痒痒，掏出自己珍藏的7品回灵丹丢到宗主怀里。宋长老见状大感不妙，将刚刚顺手抢来的灵石全部一股脑的塞到白雪怀里，就御剑跑了。得嘞，宗主美滋滋的将丹药放进空间，掏出背上的大阔刀就追了上去，看着怀里的一大把灵石，白雪美滋滋的全部收了起来。这人能处，这都这样了还想着他的吃的。刚爬上来的弟子看着飞来飞去的2个老头子面面相觑，先爬上来的弟子热情的给他们解答，才不是呢，他们是因为那只鹅打起来的。后面的才爬上来的弟子听了全部面露震惊之色，难不成百元城的流言都是真的？这只鹅真的是宋长老的子嗣？约莫1炷香的时间，2个人就都回来了。宋长老欲哭无泪的看着手里断掉的半截眉须，这可是他留了好久的。终于等到收徒大结束的白雪只感觉视线一糊，随后便落入一个怀里。你有没有飞行证啊？你飞慢点啊，这御剑飞行比坐非洲刺激多了。迎面吹来的风把白雪的羽毛全部给吹得乱七八糟，双翅膀死死抓住宋长老的衣服，生怕掉下去。乖徒儿别怕，为师技术很好的，真男人就不需要防护罩，直接迎风而上，欣赏这周围的美景。宋长老边说边加快着速度，时不时还回头看看那个骚老头子有没有追上来。可是我不是男人啊！等平安落地的时候，白雪已经成了一只炸毛鹅。看着白雪生无可恋的表情和凌乱的毛发，宋长老心虚的都不敢看他，咳嗽一声，假装无事发生一样给他把毛发重新理好。哼，
算你识相，不然我啄得你膝跳反应停不下来。好在虽然说剑锋穷是穷了点，但是基础设施还是都有的，特别是知道是一人一个房子后更满意了，算是弥补了上辈子到死都没有一个自己的房子的遗憾了。大概每隔10个房子的距离，就可以看见一个身穿杂役衣服的弟子在打扫卫生。这里住着的都是你的师兄师姐，也都是我的亲传弟子。你看那个门牌上刻着一把冰剑的是你三师姐的屋子，你见到你三师姐的时候，别被你师姐板着的脸吓到。她刚开始是个外冷内热的小姑娘，不过别担心，你三师姐是个好人，不会吃了你的。那个刻着2把剑的是你大师兄的屋子，你有什么需求找不到我，直接找他也是一样的。那个刻着一只狐狸的是你二师兄的屋子，他比较喜欢捉弄人，但是他很有钱。宋长老指着屋子开始喋喋不休的挨个给白雪介绍，白雪若有所思的点点头。没想到二师兄是个骚包啊，这几排没有亮的都是没有人在居住的，你选个自己喜欢的，我帮你打上印记。嘎，应了一声后，白雪把翅膀稍微背在身后，一副领导考察的架势绕了几圈。就这个吧，这个阳光朝向好，也离其他屋子远一点，到时候会安静点。得嘞。宋长老见白雪选好了，随手结了个印丢到门牌上，原本按着的门牌亮了起来，上面还多了个简笔画的鹅。不错不错，做得很好。白雪满意的拍了拍宋长老的大腿。行了，我带你去见见你的师兄师姐，你到时候别客气，使劲跟他们要礼物。看了眼白雪的小短腿，要是纯靠她走的话，估计鹅腿都要走断。于是重新将白雪抱到怀里，向旁边的山头飞去。不一会儿便来到了一个正在练剑的弟子旁边，感觉到身旁的动静，那个弟子停下手中的动作，恭敬地拱了拱手。师尊，这就是你的大师兄。宋长老给怀里的白雪解释道。这是洛屈州这才注意到宋长老怀里的大鹅。洛屈州表示十分的不解，这是看他们弟子太辛苦了，从外面带回来一只鹅给他们补补身体吗？可是这一只鹅也不够这么多弟子分啊，一人一筷子就没了。忘了给你介绍了，这是你的小师鹅。宋长老看着怀里的大鹅，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介绍。师尊，您这么大年纪了。洛屈州看着宋长老想了想，还是把下半句说了出来，说叠词可能会有点恶心。宋长老沉默，不是叠词，这是你小师鹅。宋长老不知道是让大徒弟叫白雪小师妹还是小师弟好，自己也不好当众把白雪拎起来看看是公是母，只好先这样子称呼了。等以后白雪修炼有成化形的时候再改口也来得及。两个人之间突然间陷入了一段诡异的沉默。你认真的？洛屈州看着宋长老怀里的鹅，额头的青筋直跳。他这师尊是越老越不像话了。二师弟虽然也是灵兽，但好歹人家是可以化形的狐妖，但这小师鹅他只是一只鹅啊，让他教他什么大鹅剑法还是大鹅考法？别哪天一个不注意就被灵兽峰的那几个家伙抓去烤了吃了。虽然可能离谱了点，但是吧，这只鹅的天赋很好啊。宋长老不服气的顶嘴。洛屈州翻了个白眼，有多好灵根？纯度100%吗？还是极品灵根？本来还想卖一下关子的宋长老听到这话顿时瞪大了眼睛。我的好徒儿真是越来越聪明了，一猜就猜对了。哈，这回轮到洛屈州傻眼了。你小师鹅他灵根纯度100%，而且还是极品火灵根。洛屈州看着宋长老怀里打瞌睡的大鹅，顿时感觉世界都玄幻了。不是，就几年而已，世界已经发展成这样了吗？洛屈州有种白活了20多年的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突然感觉屁股有点火热的宋长老从挂在身后的储物袋里将符纸拿了出来，符纸接触到空气的一瞬间迅速燃烧，从里面传出宗主威严的声音：来我店里一趟，宗主找我有事，你先带小师鹅到处逛逛。宋长老不等洛屈州反应过来，就将白雪往他怀里一放，御剑疾驰而去，只留给风中凌乱的洛屈州一个潇洒的背影。看着怀里的大鹅，洛屈州生怕他会拉在自己胳膊上，原地沉默了一会，还是认命的将他抱好，开始带着白雪到处认地方。我叫洛屈州，是你的大师兄，这里师尊应该已经跟你介绍过了，你现在修为还不够，不能御剑飞行，明天开始我会每天去你屋门口接你来这里练剑和上课。说到这里，洛屈州顿了顿，看着大鹅雪白的翅膀，实在没办法想象出一只大鹅该怎么拿剑。听见自家大师兄的话，配合的鹅了几声，表示自己知道了。这鹅还挺通人性的。介绍完自己和交代完白雪这里的事情后，洛屈州换出自己的剑，带着白雪往其他地方飞。本来应该带你去见见你二师兄和三师姐的，但是你三师姐去外面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你二师兄又闭关修炼去了，就不去打扰他了。我先带你去领令牌和弟子符，然后再去挑选功法。到了地方，亲传弟子的令牌很轻松的就拿到了，但负责这一块的弟子看着洛屈州怀里的大鹅犯了难。这衣服都是按照人类的形态设计制作的，这只大鹅也没办法穿啊。没事，你把衣服给我就行了。洛屈州也不想为难对方，等到时候小师鹅化形了再穿也来得及。就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宗门里只有一只大鹅，哪怕不穿弟子服也还是很好认的，而且这也不是对方的问题，毕竟这谁能想到有一天能和一只鹅当同门。接过衣服，随手让大鹅收进储物袋，然后找了根绳子将令牌串了起来，挂在了白雪的脖子上。走吧，我们去挑选功法。再次上了洛屈州的飞剑，白雪不得不感慨洛屈州的飞剑可比宋长老的稳多了，还会贴心的给他套层护盾。白雪顿时感觉眼前的大师兄身上笼罩着一道光芒。到了地方，白雪看着眼前一共有5层的功法库，鹅嘴张得大大的，一时间只感觉自己是个土包子，没见过这么好的建筑，华丽而又不失优雅。这里就是我们宗门的功法库，里面有自从建立以来宗门收集到的所有功法。洛屈州贴心的帮忙将鹅嘴合上。刚进宗门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次进1到3层的免费机会，用完这次以后再要进来挑选功法就需要贡献值了。楼层越高需要的贡献值越多，比如第1层要100，第2层要500，第3层要1000，至于第4层需要得到长老或者宗主的同意能够进去1次。一般来说，只要拿到了大笔的前3都有机会进入。至于第5层怎么进去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师尊没说过。洛屈州看着怀里的大鹅，跟他叮嘱道：你进去以后可以去选择一部最适合自己的功法，不一定要最好的，但一定要合适的。好，我知道了。看守功法库的是一名年轻的女子，看见洛屈州带了只大鹅过来，还有点疑惑，再看了一眼大鹅脖子上挂着剑锋
亲传弟子的令牌顿时了然，这确实会像是那个老头子会干的事情，也没多说什么，侧过身让白雪进去了。其实功法的话，系统给的自然会是最合适的，所以白雪看见一片五颜六色、亮晶晶的功法飘在天上的时候，顿时犯了难，不知道该怎么选。本着遇事不决找系统的人生准则，白雪毫不犹豫地求助系统，推荐宿主姐选择一本防御功法，比如3楼拐角处往右走那个金灿灿的功法就不错。说着还贴心的给开了条导航，地上出现一条明显的箭头指引方向，跟着指引白雪很快就找到了系统说的功法。伸手去触碰那个金灿灿的功法后，脑子里多了一条关于这本功法的名字以及是否确认选择的选项。在看清名字的那一刻，白雪一口老血差点吐出来。王八功，这名字有没有搞错啊？虽然名字很离谱，但本着系统不会害他的心理，白雪还是点击确认选择了。拿到想要的功法后，白雪便被功法库弹了出来，以为最少要等个10几分钟的洛区州见白雪这么快就出来了，虽然诧异，但也没多说什么。灵兽的直觉比人灵敏多了，更何况是这种一看就很通人性的大鳄，想必对方是感应到了什么，该领的东西都领完了，路也都认了，洛区州便将白雪送回了屋子。正准备离开的洛区州刚走2步，突然想到还没给见面礼，又重新折回来，从空间戒指里面掏出了一袋紫奶白的水果，形状看起来有点像芒果，还有一个看不出来里面有什么东西的袋子。师兄现在身上的东西不多，只有1点灵果和1点灵石，等以后遇见什么好东西再重新补给你。看见灵果的一瞬间，白雪的眼睛都亮了，修仙界的灵果早就想尝尝了。谢谢大师兄。接过灵果，迫不及待的就咬了一大口，口感清脆多汁，有点像苹果和芒果的结合体。看着一脸享受的表情，大口吃灵果，还不忘了抽空给他第一个的大鹅。突然间感觉养个小狮鹅也不错，目前看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有点担心小狮鹅以后的安全问题，很容易一点吃的就可以给对方拐走了。洛区州暗自下定决心，准备好好给他的小狮鹅培养防骗意识。